介绍一下，季玉，你好，黛西，我的助理。助理，就是你吧？啊，给罗琦出了馊主意，不让我见小安，还要终止我的探望权，是不是？我当时不认识您，这跟你认不认识我没关系，是你没有资格这样做，懂吗？你还想不想见小安？我想。那你最好对他客气一点，他损招多着呢。你不让我见我的孩子，你能落什么好啊？损人利己的事儿你干，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你干它干嘛？季玉，你要再这样的话，你的事儿我真的不管了。我只是不太理解，有什么不理解的呢？他不认识你，也不了解你。罗琦跟他说你十恶不赦，他就信了。罗琦跟他说我十恶不赦是吗？罗琦跟他说的。我来点个外卖。不是要去见罗琦跟他律师吗？是啊，在哪儿啊？在人家律所。那你订什么外卖呀？我是看你并没有想去见的意思。不是，我就是说是我不太理解，仅此而已嘛。如果把你不理解的事儿说的让你理解了，得办个培训班，一句半句说不清楚。得理解了，现在就按你们说的做，反正能把探望权解决了就成。那我们走。啊。请起。麦飞律师马上就过来了，各位在这里稍作休息哈。谢谢。没关系。季先生，您先坐。你又等着，那底下也等，上来也等，那我干嘛不在你屋里等？好的，您稍等。又怎么了？法院来电话了。好，我去接个电话，马上回来。他可能一会儿就来了吧？你看他正在接电话呢。那个？对，那个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。这等多久了啊？懂不懂尊重人啊？他侮辱我，诽谤我，哎，我为什么不能告他？你是什么顾问啊？啊，长胜还付你钱呢，你什么律师啊？你懂律师吗？你凭什么呀？有什么话慢慢说好吗？别着急。你哪位啊？大律师罗宾从来都没有输过，留下全景律所的合伙人。好，那我问你啊，如果有人写了一篇文章，在网上传的到处都是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是所有认识我的人，包括熟悉我的人，都知道说的是我，我能告他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人家大律师都确定了，你为什么说不可以告？你怎么做律师的？我是对您负责任，告有可能赢，也有可能输。人家也没指名道姓，是您自己对号入座，这样很有可能输的。那就任凭他泼我污水，是不是啊？那你怎么做律师的？肖律师，那你就再泼回去嘛。他指桑骂槐，你就含沙射影。当然不可以，别人告你怎么办？那我就说我没骂你，是你自己减骂，法院还管减骂的事儿？还真管，有这种案例啊。依据？你凭什么告我？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影射型侵犯言论的主体指向性判断规则。影射型侵犯言论的主体指向，我觉得吧，那个影射型指向言论说的就是我这事儿啊。对不起，我打断一下啊。罗琦刚给我发微信说他今天可能不过来了。为什么呀？要不你们去刚才那会议室再等我一下，我这边还有客户。等一下你忙完到19层来找我。好，我们走。我不走，刚才就在你办公室等着，上了在那儿会议室还是等着，现在又回你19层等着，我们为什么要等着？实在抱歉，我现在还有客户。
不就是一点小事吗？我就想见我的孩子，为什么不能见？为什么处理不了啊？你告诉我原因是什么呀？事实上是罗琦不同意你见孩子，是罗琦不同意调解。我正在努力做他的工作，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些时间，好吗？给不了，没时间。你们是怎样？如果要是您是这个态度的话，原因我觉得我也没必要做他工作了。我什么态度呀？他没必要做工作了。你做什么工作了？怎么做的工作？人你都没给我做了，你做什么工作了？季玉，我们直接去找罗琦，走了。我再说一句啊，就这家伙，你找他打官司，放弃这个希望啊！不要找他，太次了，一点小事给你弄得特别麻烦，特别烦人，然后他收你特别多的钱，证明他特别的重要，你特别重要。对不起，我们坐下说。刚才那个律师说的什么影射性言论，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，您男朋友常胜是我们的客户，所以说平时您有什么任何事情、任何问题，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给您解决。但如果说您执意要告王慧珠女士的话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来接受您的委托。为什么？因为王慧珠是常胜的前妻，他们俩共同创立了常胜慧珠集团，王慧珠至今是集团的股东。然后呢？您执意要搞集团的股东，我们是集团的法律顾问，按照利益冲突原则来讲，我们不可能接受您的委托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因为我们一直在接受常胜的委托，想方设法说服您和王女士和解。我们在做您的工作，同时我们也在做王女士的工作。奇了怪了，原来从一开始你不让我告他，就因为你站在他那边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肖女士，你当我是傻子是不是？我会把我什么东西我都告诉你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你站他那边什么？你女朋友什么时候让我见一下呗？那小安什么时候让我见一下呗？你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？我女朋友你应该认识呀。谁呀？蓉蓉。蓉蓉。啊，你跟蓝红分开之后，你姐不是给你介绍过女朋友吗？什么叫介绍过？是太介绍过了。什么网友、驴友，甚至刚认识的，乱介绍，烦死了。哼。不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新女朋友不会跟罗琦有关系吧？闺蜜、仇敌？我没你想的那么庸俗，只是他给你介绍过。哎呀，给我介绍过？对，罗琦把蓉蓉给你介绍过。你刚才说那女孩叫什么名字？蓉，我说了很多遍了，蓉蓉啊。可是我怎么对这个女孩子的名字根本没印象？你没见她？难怪呢。我说我怎么会不记得人家的名字？就那天我跟罗琦陪着她等你一下午，你也没出现啊。那天是哪天2009年。 2009年。2009年你们俩就好上了，那时候你应该是我姐夫吧？不是，你的脑回路也很清晰。我跟他之后就没有见过，最后一次见面是半年前在机场，航班延误了，我们被困在那儿，那碰上就聊两句呗。而且说的都是你，我一直在给他道歉。航空延误应该是航空公司道歉吧？为你相亲没去道歉，明白吗？那天一直给你打电话，你不接呀，很尴尬的。不可能，我不接电话说明我在工作，我不方便接电话。是因为她是何塞的表妹。她是何塞的表妹，还是亲的？何塞知道吗？知道什么呀？知道你放他亲表妹的鸽子？回去问问蓉蓉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这事过去很久了，他不在乎，我也不在乎，你也不必太在乎。好，这事情我们不再说了。嗨，嗨，啊，我跟何塞有事儿，你先回去。拜拜，常来。哎，拜。你先坐一下，我送一送。不急不急，你忙你的。何塞知道你跟他表妹的关系吗？应该不知道吧？蓉蓉嘱咐过我，别跟任何人说。按道理，你我都不应该告诉。他未婚你离异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蓉蓉这人比较谨慎，要不就是怕罗琦生气吧。罗琦是怎么认识蓉蓉的？在你们公司还是律所的年会上，我没关心过这事儿。
要不你回去问问罗琦，不行，我现在问蓉也是。哦，不用，我就是随便那么一问。罗宾，要不这事儿你别管了，我自己去找罗琦，亲自跟他说成吗？你不要着急，稍安勿躁，一定会解决的。再多问一句，罗琦知道你的女朋友是钟蓉吗？应该不知道吧？我又没跟他说过，他知道这事儿不更炸了？那小安见过钟蓉吗？在我妈那儿好像见过一次，我当时也不在，我问我妈。别，我也就这么一问。电梯来了。不是，我主要就是怕他被他那个律师给挑唆了。刚才23楼的律师，你看，我懂。不是以前挺好的，我每周都能见小安一次，现在突然不让见了，说什么去旅行啊，在国外，我还真就信了。我说了，稍安勿躁，剩下的事情全部交给我。不，我还是不放心你。你说了交给你了，可以吗？交给我，放心回去吧。我真相信你啊，回去好好休息。我相信你。罗老师，明天立案的材料哦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啊，我刚才给罗琦姐打了个电话，他怎么说？我就问她说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见面，她说最近估计都没有时间可以见面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跟她说，问题总归要解决啊。以后你做什么事情之前，能不能先跟我说一声？您之前不是跟我说我不用事事都跟您汇报的吗？我懂了，罗老师，我现在就打算到龙科律所去找罗琦女士的律师好好聊一下，可以吗？你不用事事向我汇报。坐。哎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完全可以理解啊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马龙很快就要跟我们签约了。好啊，恭喜你，又签到了一个大客户。哎，不，还没有签到，没有签到，只是意向。啊，有件事儿啊，我必须要得到你的许可。什么事儿？我想呢，明天借用一下黛西。干嘛？马龙对黛西印象深刻。不，我重新组织语言啊！你不要误会这事儿。我没有误会。你一定是误会了。真的，我并没有误会。眼睛，啊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你的眼睛告诉了我你误会了。事实是，你刚才只说了一句，马龙对黛西印象深刻。对，就是字面的意思，印象深刻。我也是这么理解的，字面意思印象深刻。那就好。坐。这个马龙啊，你不了解他。哦，确实不了解。他呢，他很挑剔，而且很难讨好的一个人。你们俩很相似。我跟他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很相近。对，他是挑剔，我是严谨。我同意。马龙呢，始终认为他的律师应该是一个懂游戏的人，不光是懂游戏，还要是一个游戏高手。我就为了他啊，我在游戏上花了很多的时间，但是呢，我的游戏造诣始终离他的要求吧，还差那么一段距离。可是黛西呢，
黛西她是个游戏高手啊，所以我就想明天我带着她一起去。这样，你就跟黛西说，我同意了，但是她自己愿意不愿意，我也不能强迫她。另外就是时间问题，明天她要拿着这些材料到法院去立案。不，立案谁去都可以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自己陪着客户去立案？不，正马，我让我的助理去啊。他对知识产权这块并不是太熟。哎，郑芒，这是他的专业，他的博士导师曾经起草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》。郑芒，拿着，去立案。明天立什么案呀？自己看啊，材料都在这儿呢。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问我、问黛西，或者是问罗律。去吧。去呀！何不？搞定了。可是何律，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我们实习的时候，封印也是这么对待我们的。如果一个助理连到法院去立个案都搞不定，那他就不要干这行了。可是现在，黛西不在，只要你同意了就好。谢谢。不客气，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我配合的，我会麻烦你。我不会嫌麻烦。谢谢。谢谢。你真有什么事要麻烦我吗？暂时没有。我不承诺帮法律框架之外的忙。那当然。谢谢。丽娜，你跟黛西说啊，说我找她，是罗宾让我找她。她回来之后，赶紧去我办公室，或者给我打电话也可以啊，一定一定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对不起，我需要和您谈几分钟。不好意思，我有客户，请你到隔壁的会议室等一下。我只需要1分钟，我现在就可以说。你打断了我们。我是罗琦的律师，他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。如果说您的朋友季宇先生想见他的孩子，那就去法院告我们吧。我们法院见。哎，喂，实在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，我应该把他拦住，是我不好。没关系，你们继续。不好意思被打断了，您继续说。我以前在书本上见过“处事不惊”这句成语，没想到这次真的是见到本人了。谢谢您的夸奖。你还要给这种人工作，还要给这种人当助理吗不？是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你又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你别再替他辩护了。我没有辩护，我这是辩解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任小年当初是我们的客户，后来成为了你们的客户，我们不也没有说什么吗？任小年是你们先激怒了任小年，所以任小年才来找的我们呀。即使我们不接，他也会找其他律师、其他律所的。同样的道理，肖凯丽之所以不找你们找我们，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办法给他想要的。肖凯丽想要的不见得是符合他利益的呀。当初任小年之所以选择你们，也就是因为我们给的专业意见和他想要的不一致啊。任小年和肖凯丽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任小年是和你们解约以后才来找的我。你说的太对了，解约。任小年好歹和我们还有约呢，可是肖凯丽呢，跟你们压根儿就没有约。所以啊，所以罗宾才可耻啊！他是在我们里所认识的肖凯丽，是在我们里头我们的地盘上，这叫什么呀？不择手段，唯利是图。麦飞，你冷静一下。罗宾他不是这种人，你肯定误会他了。他是哪种人，不是哪种人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你们才认识多久啊？好。如果罗宾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的不择手段、唯利是图，那么他当初就不可能会为了我去跟任小年翻脸了。不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真的不知道别人都怎么传你们吗？怎么传？说你们的关系很特殊，说罗宾从来没有为任何人跟他的客户翻脸过，你是唯一一个。那要是你觉得这样没问题的话，我觉得都交给你了。太谢谢了，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。哪里？应该的。